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药剂师。这一期呢，就来教你们如何正确的注射胰岛素。如果你是第一次尝试要注射，那你就找对视频啦，跟着我的步骤，保证你就很快能上手。那如果你已经注射胰岛素很久了，也来看一下你一直以来用的方法对吗？开始之前，你知道为什么你需要注射胰岛素吗？胰岛素又是什么？它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天然的激素，作用就是来降低血液里的糖分。可是因这先天性的遗传，或者是因为你本身不好的饮食习惯，导致身体里的胰岛素就越来越少，血糖就越来越高，到一个地步，当你的药物都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时候，你就需要外在的胰岛素来帮你咯。那要怎么注射呢？就是靠这个胰岛素笔啦。它有不同的类型，大多数呢都是可以拆开来换掉里面的胰岛素就行。那有一些呢，它是一次性的，用完就要换新的。但基本上所有的胰岛素笔都有相同的部分，主要部分就有笔帽、胰岛素笔芯架、剂量调节盘、剂量显示窗、注射按钮和螺旋杆。接下来呢，就是胰岛素笔的针头，它主要有4个部分：外针帽、内针帽、针头和保护片。好，我们直接开始，我就分成8个部分来解释。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准备工作，先清洗双手和台面，准备好所需物品：胰岛素、胰岛素笔、针头和酒精消毒液。接下来就把胰岛素装进胰岛素笔里。好，先把笔帽取下，笔芯架向上旋转，把它拔出来。胰岛素的头部先进，把它整个装进笔芯架里。然后呢，才把笔芯架往内推，向下旋转，把它装上。胰岛素呢，若是刚从冰箱拿出来还是冷的，就需要将胰岛素笔放在手掌上，用双手滚搓至少10次。这是为了让冷的胰岛素呢能够重新回到室温才注射，这样注射时呢就不会痛。如果你使用的胰岛素若是混浊的，好像这样，你就需要上下摇动至少10次。不可以太大力哦，不然里头就会有气泡。轻轻的摇动就好，让混浊的胰岛素变得均匀。如果你使用的是无色透明的，就不需要这个步骤。好，第二部分，安装针头。记得你每次都需要使用新的针头哦。你可以先撕开它的保护片，然后将针头扭转到胰岛素笔顶部，直到不能再转了。取出外针帽放一边，等下还需要用到。小的内针帽呢，就取出来直接丢掉。接下来第3个部分就是做安全测试。怎么做呢？首先呢，将剂量调节盘向上旋转到2个单位。若是扭过头呢，随时可以把它调回来哦。那有些胰岛素笔呢，是需要你先拔出来才旋转。好，过后呢，我们就握笔直立，针头朝上哦，用拇指按压注射按钮。OK， 然后注意看，有没有液体流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呢，就重复同样的步骤，直到至少有1滴的胰岛素流出来。如果你重复了很多次都没有液体流出来的话呢，很大可能是你的针头塞住了，你就必须换一个新的，不然呢就是笔的问题了。记得每一次注射前呢都需要这么做，来确保胰岛素笔和针头是正常的运作，同时呢来清理掉一些多余的气泡保证你注射的时候呢能够得到全部的剂量，而不是注射空气哦。测试完毕就要开始擦自己咯，准备好了吗？好，第4个部分，先调好胰岛素的剂量。调之前呢，先确保这里是显示为0，然后才旋转，调到指定的剂量。比如说10个单位。调好过后呢，我们就选择注射的部位。胰岛素是需要注射进皮肤底下的这个脂肪中，不是肌肉，所以要找脂肪比较多的部分哦。有4个选择：腹部、大腿外侧、臀部上方和上手臂。最好和最常使用的部位呢是腹部，因为1，它吸收胰岛素的速度快和稳；2，这里的肥油部分最多，对吧？所以就比较不会痛，也不会容易注射到肌肉。那腹部呢，我们可以分成4个区块，1到4。记得离肚脐至少2个手指宽度的区域呢是禁区哦，不可注射。好，在区块1，我们就先选个点作为第一次注射的地方。那接下来你每一次注射时就换一个新的点，与之前的相隔1个手指的距离，然后顺时钟转。区块1注射完了，就轮到区块2、
3，然后到4，然后再重新回到区块1，这样子呢就不会在短时间内重复注射在同一个点。因为若是你一直在同个点注射的话呢，那你的皮肤就硬化和产生脂肪肿块。其他的部位呢，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肚子是最佳的选择。好，我们就开始注射胰岛素咯。我就找来神秘嘉宾Sumo 来为我们示范一下如何注射在他的肚子上面哦。我们就用酒精擦一下肚皮，然后让它干，然后呢就这样子握住胰岛素笔，拇指在上方，和确保同时间呢你能够看到剂量显示窗哦。将针头90度插入皮肤，用拇指慢慢的按压这个按钮，直到变成0，然后按住，慢慢数到10，1、2、3、4、5、6、7、8、9、10，才把它拔出来。这是要让胰岛素呢有足够的时间被吸收。如果你拔出来过后还是看到有很多的液体流出来，可能是因为你的剂量太大，比如说30个单位，这样呢你就需要数到更久，比如20秒才取出针头。用完过后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针头取出来。怎么取呢？我们就把这个外针帽插回针头，然后按住，把针头反方向旋转，取下来。然后呢，就把它丢进铁罐或者比较硬的塑料瓶，一定要把针头取出来。如果你是留在那里的话呢，空气或者细菌呢可能会透过针头进去到你这个胰岛素里面。最后的部分，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处置并储存胰岛素。你使用完过后呢，你就不需要把胰岛素拿出来放回冰箱，不需要了。你可以把它继续留在笔里。整支笔呢，你可以收在室温，可是不能过热、过冷或者被阳光直接照射哦。它里头的胰岛素呢，还能够保持28到42天的保质期。还没开始使用的胰岛素呢，是一定要收在冰箱的冷藏部分，就是放蔬菜水果的地方，不建议放在冰箱门哦，因为你冰箱一开一关，冰箱门的温度是最容易受到影响。还有千万不可放在冷冻库，因为胰岛素一冻结就坏了。好，整个步骤就是这样，明白了吗？不明白的话呢，那就再重复多看几遍啊，给我背起来。结束前呢，我就回答下一些常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针头有好多尺寸，那我该买哪一种？其实不管你是瘦还是胖，我都建议呢买最小的针头，4mm。它不会痛，也不用怕注射到肌肉。第二个问题，注射胰岛素的时候要不要捏起皮肤呢？只有2个情况你需要捏起皮肤：一，如果你买的针头是8mm以上；二，如果你瘦到只剩下排骨，那你就需要捏起皮肤，不然的话呢，你注射的时候可能会直接注射到你的肌肉哦。第三个问题，如果我怀孕的时候我肚子越来越大，那我注射胰岛素的时候针会插到我的 baby 吗？不会，因为胰岛素的针其实很短罢了，它不会插得那么深。当你的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可以考虑只注射你肚子旁边的区域，或者换去注射大腿的部位哦。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今天可以注射肚子的部位，明天注射大腿的部位吗？不建议一直换部位哦，因为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胰岛素吸收率。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到你哦。我是 Jason， 你的药剂师，我们下期见。